大家好，我们这节课呢，主要讲的呢是叶子和枝干的运笔啊，因为咱们组合呢什么都在这个课程里有，但是运笔呢大家还是有点懵，所以呢咱们把运笔呢给大家再具体的讲一讲，叶子是怎么运笔的。好，首先呢我们还是先介绍一下调色啊，嫩叶子，我稍等一下啊，我把这个擦一下。这个盘子底下呢有点水，来，我们先说一下调色。一般的嫩叶子常规呢都是藤黄啊、花青和胭脂，调的颜色呢也比较浅一点。我们呢还可以呢适当加一点头绿。加头绿的目的呢，是为了让这颜色更加好看。我加一点头绿。笔呢，要比平常的笔呢，我们看一下啊，把笔呢放到水里之后，我们直接带着这个水一点不刮，然后我们来调叶子。这个就跟咱们以前这个画法啊，就是画牡丹是不一样的。让它湿一点，你要画牡丹花头啊，咱们是要刮的，让它水呢是饱和状态，甩都不滴。那个画叶子是不行的，画不了。再来一点花青。所以呢，这个叶子啊要让它湿一些，然后刮一下，不让它花青留存那么多。然后笔根到笔肚呢，我们调一点这个。调进去啊，不是点在外边，给它调进去啊，藤黄这是，然后是攒一点头绿，为了它的颜色啊更加丰富啊，就是这样的。头绿不要给它揉进去，揉进去干了发白。然后笔尖呢，我们调一点胭脂，这个就是嫩叶子。组合呢我就不说了啊，我主要是讲运笔。一般的来说，这个不管是嫩叶子老叶子啊，这个牡丹它是掌状叶，就是3个叉啊。我们之前并没有讲，我们讲的是分组，实际上原理呢也是3叉9顶这么来的啊。3个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牡丹它是掌状叶，嫩叶子呢就要小一点啊，运笔呢要小一点，看啊。这种运笔就有点像花瓣，跟花瓣运笔是完全一样的，滑动向下拉，然后别让它两边一样，这就是一个嫩叶子。直接我们画上枝啊，枝呢顿笔提，两边别对称就行啊，这就是一个。嫩叶子不勾叶筋多好看啊！我们这个画法呢，会把这个叶子显得这个颜色呢更正。这个是一个叶子啊，单个叶子就这么画啊。如果一组叶子怎么画呢？啊，小嫩叶子，来，我们来画一下啊。一组叶子要方向上有所改变啊。首先还是先画一个大叶子啊，笔压一下，先画一个大一点的叶子，然后两边跟一个小叶子，然后再来一组啊，这又是一组。我们来画一个3叉9顶啊，然后下边再来一组，让它有点变化。这就是一个3叉9顶。我们这个枝干在哪出呢？枝干表示在它的下边过来的啊，这就是一个传统的3叉9顶式的叶子的画法。这种画法呢，往往显得就是有点板啊，但是咱们要知道啊，这就是一个那个组合，可以说是3个叉9个顶，很标准的这么个组合。然后变一下模式啊，怎么组合呢？来，
假如说变成侧面的，我再调点颜色啊。变成侧面的怎么组合呢？首先你侧面肯定你就看不全，是不是啊？这是一个，然后有一个就是看全的啊，这个，然后后面有一个压着的，看不全了，只能看见一半啊。我们给它组合一下，这个叉能看到，这就有点看不全啊。可以了，这就是一个。然后这个叉呢，我们给它在这儿出，意思是从它后边探过来的啊。这就是一个三叉九顶的另外一种个组合形式啊。三叉九顶的组合形式会让你觉得呢，它画法有点这个怎么说呢，复杂啊。你学起来会更难，因为什么？就这么来回交错啊，就给你整糊涂了。所以我们呢，就改变一下这个方式，我们只需要什么？组合顺眼就行。来，我们就不给它三叉九顶了啊！你天天数三叉九顶，绕来绕去，你就不知道怎么画了，是吧？就懵了。然后我们的嫩叶子啊，如果是在花头下面的，我们只需要啊，先画一个，这都是啊滑动、滚笔结合，然后顺势看这个笔到这之后，直接在这个左边啊也是滑动一笔，右边，然后这个笔过来连贯性的一大笔，顺便来一小笔，底花头底下差不多就是这样的啊，这就把这个给画出来了。然后你还可以啊用这个甩笔的形式啊，给它来一个像小枝干一样。然后如果这个花瓣跟它有点距离，你就可以给它啊用小枝干来表示就行了啊，就跟这个花瓣就接触上了。你可以不糊满，也都可以啊。这是嫩叶子啊。一般来说，在花头底下，如果是个主花的花头，我们直接呢就像画两个三角形似的啊。这是一个三角形吧？啊，我们在它的左侧呢还可以再画一个啊。我画到这地方没有地方了啊。这面是4个瓣，我们这面2个瓣就行了啊，或者再来一个点儿。啊，这不就是也是一个掌状叶嘛，是吧？这就可以了啊，两边对上就是一个花的底下部分啊。然后如果想减少，你就可以叶子小一点儿，这个不是死的啊。我们呢就是叶子组合是千变万化的啊，学死了也不行，也可以呢直接就来一组也行啊。一组呢怎么画？小一点，只需要这么来几笔啊，底下就给它，然后底下用枝干啊，就把这个花就托起来了。枝干呢，去找这个花的中心啊，也就是说，枝干要画在中心瓣的底下，对着中心瓣啊，这个中心花瓣，我们中心花瓣我们知道吧？就中间瓣就是对着它底下。然后跟这个枝干的方向要跟中间瓣的方向一致，那就是这个意思啊。假如说这上面是中间瓣是冲这面的啊，你要跟它一致。然后如果就是假如说你这个画完之后，你这一个钩一个杆上去了，就是显得单，怎么办呢？啊，这面可以来2个啊，这面1个。啊，这样的话，你看这个枝干它就不显得单了，是不是？是不是这样的？运笔呢，一会儿我教一下啊，枝干怎么运笔。这是叶子。另外勾叶筋怎么勾？勾叶筋不要多啊，越少越好啊。什么意思呢？看啊，一个中间啊提顿到这儿，
啊，然后就这些，这个液晶啊，就这些，你也可以连贯起来啊，看啊，这也是不要勾太多啊，像这样小的2个就行了，越少越好。你看，甚至有的小叶子可以不勾，这样就可以了。我再勾啊，你看啊，这样的也是一个有点变化啊。这边2个，这边就1个，像这小叶子1个就行了啊。勾多了显得画面脏，还显得画面乱。所以我们呢，像这样叶子1个也行啊。这面呢就2个有变化。这个1个就行了，把这个叶巾呢简单化，越简单化越好啊，不要勾那么复杂。啊，这面一撇啊，像这样叶巾也是啊，要有方向上的变化。这个变，这样就好理解了，是吧？方向上有所改变啊，这个势就出来了啊。咱们呢可以我这个图片会发给大家啊，咱们可以根据这个图片放大啊，你来找叶巾怎么勾。这是小嫩叶子啊，叶子不太大，但是我们要量一量叶子的宽窄啊、长度。这样有便于呢你学习时候去掌握。我们首先量一量这个大叶子，最大叶子是多大啊？是9厘米。宽度呢？宽度是5厘米。哎，不是，是6厘米啊！宽度是6厘米。咱们按这个标准去画这个嫩叶子里的最大的叶子啊。窄的叶子呢有多大呢？咱们也量一下，为了便于大家去记忆。窄的叶子是1厘米8啊，哎不是啊，我看啊，2厘米多，2厘米半啊，2.5厘米。这个更窄的这个啊，这是1厘米半，就是这样的。然后呢，咱们画老叶子啊，咱把这个撤掉。老叶子怎么画呢？老叶子要把这个花青里边加墨啊，然后呢，减少笔根这个浅色的调的这个程度啊。我们还是要把这个调一下，添点水，来点水啊，然后笔尖里调点墨，再来一点啊，再来点颜色，颜色不太够。然后我们再来点水，还是要再来一点。好，也是把它调成啊西湖状，要这样的啊，看来回动这个盘子的时候，它能流动啊，能刚刚流动就正好。再调点墨，有点浅，老叶子深点就能把画面拖得比较沉稳。好了，我们老叶子呢，这就调完了。然后笔根少调一点藤黄，少调一点啊，不要太多。笔尖呢蘸点浓墨，调一下，让它过渡均匀。笔尖再蘸一点浓墨，就不调了，就是这样的。老叶子的运笔啊，要大大方方的，笔呢要够大啊。我再把这个纸呢调一下啊，现在这个角度不对。我们先
说一下这个老叶子的运笔怎么运笔呢？因为它要大气一点啊，所以你运笔呢要放开，看没有？要这样的啊，放开也是这样运笔，运笔是一样，边滚动啊边往下拉，这是往下方向。我们一般老叶子大部分都是往下的啊，往上的不多啊。然后也是拉动下面之后，左边一笔啊，右边可以2笔啊，这也是老叶子。这个叶子多大呢？我给大家量一下。这个长度呢是10厘米，宽度是7厘米啊，最宽地方是7厘米，也是顺势啊，就把这个勾下来啊。这个老叶子勾这个它的这个枝干的时候啊，也是要深一点，颜色深一点。我正好笔尖有墨，直接就用这个笔尖直接勾就行了啊，不用特意蘸点这个墨啊，你就利用你这个叶子的颜色直接去勾就行了啊。因为笔尖呢，你画叶子的时候是蘸着墨的啊。然后我们再来啊，向左方向的你可以怎么运笔？这是向右方向啊，比较顺，但向左方向滚笔就不得劲儿。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另外一个方式去运笔，往左推滑动啊，看没有？然后笔尖拉回来啊，中锋笔尖拉回来，然后直接再滑动一笔啊，然后笔尖再拉回来，这样的啊，这是一个连续下笔啊，这样的这个老叶子啊，跟它的笔法呢不一样，但是出来的效果是一样的。然后枝干画枝干的时候一定要什么？一定要连续啊，不能太直，直了不好看。我们尽量要这样运笔啊。这个是老叶子画法2种。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呢向上的，这是一个斜方向向下，斜方向向上，正方向向上的。你还可以呢这么运笔啊，拉动也是滚笔向上，跟画花瓣一样的啊。运笔呢跟这个一样啊，这面1笔，这面2笔，可以这样的。我们这个啊就是什么呢？运笔的模式是什么？组合就行。实际上我们就可以看成什么？这个就是2个3叉9顶啊的组合，两片叶子在一块儿，是不是？是不是这样的？这个是侧面啊，这个是一个正方向的叶子，是不是这样的啊？然后我们在这个侧面方向啊，再来一个小窄叶子，这不就是个3叉9顶的完整组合吗？啊，不一定非得是完全按照那个3叉9顶去，但是它其实就是这个原理。然后我们再画它的枝干。你既然知道是3叉9顶，你首先得把这个枝干啊，这个枝儿画出来，这1个、2个、3个啊，这个是在这儿啊，这不就是这样的吗？啊，这是3叉9顶，这啊，用这个小枝去连一下。然后我们说一下勾叶筋啊，老叶子勾叶筋呢是用浓墨勾，因为它比较深啊，也是这个要顺着叶子的形去勾啊，还是要少不要多啊，看顺着叶子方向去勾。啊，这也是一个3叉9顶的一个组合啊。我们再来一组，不一定非得都3个叉9个顶啊，我们可以呢不按照那个去操作，两个叉6个顶行不行？
咱们别死板，你非得都整成3个叉9个顶呢，你就会什么让这个局让它给锁死了。我们只要大小叶子组合啊，只要给它岔开就行了，不用非得捋那个3个叉9个顶，那样你会很累的。而且这个叶子1年画花10年花叶啊，这个有的人画了一辈子叶子呢，也不是画的特别好啊。另外呢，不用每个叶子都画的很好看，越是放开了画效果越好。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会这样画，直接一大笔啊，一个叶子就行了啊，这就是一个组合，敞开了去画，稍微就是说你运笔就怎么得劲儿怎么运笔，不用太拘泥，基本笔法我教你了。然后呢，你画的时候要放开去画。我们再来啊，你看你这画叶子你还可以，你看放开这一大笔，这样行不行啊？我们高级班就教过，比较写意一点。你看，这不就放开了吗？这个笔一放开之后，你看这叶子马上就洒脱了。这也是啊，都放开了，这不就洒脱了吗？我们再试一把啊，你看，这就是你要怎么画怎么画都行，只要你这个给它画出来大概形，一钩叶筋都是叶子啊，不用非得画的每个叶子啊都那么规规矩矩的，那反倒不好看，不像叶子它也好看啊。像这个还可以添笔，添浅的啊，颜色有变化是吧？假如它俩有前后关系，那就是在这儿穿过去，这不前后关系就出来了吗？是吧？他们这个就有个组合，是不是？另外呢，你这个叶子呢还可以怎么画呢？所以说这不像叶子了，这就不像叶子的叶子，它也是叶子，我们这也算是一个组合啊。然后小的淡叶子怎么画？一般的我淡叶子就是几笔啊，2、3笔、3、4笔，基本上就这样。然后淡叶子不能太大啊，我们的淡叶子跟它要有区别，不能太大了。我量一下啊，这个叶子是多长，咱们大家好知道。刚才这个笔啊，杵了一下这个胭脂，这没有关系的。这个叶子呢，就是13厘米，大不大啊？13厘米，宽呢？宽是几厘米？我看一下，宽是5厘米半啊。这是一个窄叶子，这个叶子要是钩叶筋，我们可以完全表示它就是一个侧面叶子啊。看钩叶筋的时候，就是表示这个叶子是侧面的啊。我这个笔呢比较湿，钩叶筋钩出来有点阴了啊。这么钩叶筋，这个也是钩叶筋。我们这个课程呢，就是针对零基础小白的课程，所以呢讲的太复杂了，咱们也理解不了啊。我们只需要知道大概就行。另外呢，其实你画叶子，大量的时间就是用来临摹啊。有人说叶子难画，你临摹别人的，别人怎么画你就怎么画，不用去去想怎么布局，因为布局叶子的布局涉及到的就是创作啊。因为这个你现在还不具备创作的能力啊，这个创作很难的。很多画家他也是在变临的基础上去创作，或者是说呢有点构图上互相抄袭啊，变一变方式。为什么抄袭？就是因为创作很难，太难了。所以不是说你这个想创作就能创作出来的，它涉及到很多知识，色彩啊、变化啊、色彩变化、构图常识，包括这个画面布局，
另外呢还有这个笔法啊，都要综合起来。那另外还涉及到很多方面的美术知识，你说创作有多难，是不是？所以咱们现在就是人家在这来一组叶子，你就在这画一组叶子。当然你不用非得这个叶子跟它完全数字啊，就是完全这个一般多啊，数量不用完全一般多，但是起码来说啊，你要跟人家保持一致，就说他这边有组叶子，你那边就有组叶子就行。然后你要觉得哎，特别看哪片叶子不舒服啊，增减，那你可以根据那个去增减一下，那倒可以。但主要现在小白就是临摹开始啊，齐白石临摹了很多年，他把这个芥子园全都画完了啊。齐白石整个把这个芥子园那本书啊，那几本书全都画完了。为什么呢？一开始小白就是大量的临摹啊。有人说你那个什么教我怎么构图吧，你先把这个基本的东西啊，一定要先学会啊。笔法还不会呢，你构图那跑偏了嘛，是吧？首先你还是要学会笔法，对不对？构图呢离咱们还比较遥远。来，我们再来。这回呢我们画枝干，枝干呢我就把这个镜头呢要拉一下啊。枝干怎么运笔？咱们把这个叶子啊大概跟大家呢又介绍一遍，我希望呢能对大家呢有所帮助。我这个支架啊有点硬，我们这样的给大家把这个目的呢是让大家能看到啊我这个怎么运笔的。有点这个镜头啊不太给力，我稍微往这边挪挪啊。这个是镜头呢有点偏啊，目的呢是让大家看到我是怎么运笔的。我们画枝干的时候啊，首先说一下老枝干。老枝干呢我是怎么画呢？你也不能全是墨色很黑，不行啊。其实呢老枝干最好是淡墨，然后呢有一侧是浓墨啊，让它有一个什么变化啊。我现在呢就是沏一下水啊，刮几下，然后呢让它变淡。变淡之后啊，我们把一侧，我把这个笔呢压扁，把一侧调一点浓墨，只需要一侧啊调一点浓墨，刮一下啊。老枝干呢是中锋行笔啊，逆锋什么意思？推着笔走啊，推着笔锋走，不是拖着走呢，是拖着走。咱们能想这个概念？你把一个扫帚啊，你把这个笔当成一个扫帚，扫帚是逆着走呢，是不是就是这样的走啊？形成一个这样角度啊，推着这个笔锋呢是歪过来一点啊，这样的。要是拖着走呢，那当然就是这样的啊，这样走啊，就是笔锋啊，这个角度是斜方向冲外啊，这个呢是斜方向冲里。跟纸呢大约是形成一个75度这样角吧啊，不是垂直的，就是这个意思。好，首先运笔的时候，刚起笔的时候要顿2下。看为什么要顿呢？顿的这个目的就让它表示这个老枝干的下面它有结啊，然后突然就给它发力张出去啊，这就是老枝干。你画的时候一般都是这么画啊，这样画出来了我们能看到它是一个是有力度啊，上边呢就比较光滑，咱们可以看啊，就这样的。枝干组合我就不讲了，首先我们要知道怎么运笔，然后枝干的组合还是大量的临摹啊，就是实际上就是人家怎么画，你临摹哪个作品你就怎么画就行啊。在你这个还没有学会创作之前，就是先临摹啊，然后稍微再蘸一点颜色啊，然后我们出枝啊，出枝怎么画呢？你这笔尖是扁的，如果你直接用这个出枝画出来就太粗了啊，所以呢你在画的时候你看顿一下，这样出枝啊，回头收笔的时候也要顿一下。然后我们出枝尽量是什么？两边别对称啊，如果这个在这上面出一个枝啊，还可以出2个，
这个比它高一点，然后外边啊下边呢你可以再出一个，这个别让它跟它平行，所以我们在这侧出枝呢，不要给它这个再在一处的出枝就偏沉了啊，我们让它有个平衡，平衡就是这样的啊，别平行，平衡不是平行啊，这个枝干就平衡了啊，有左有右就平衡了。如果我在下面啊再来一个小枝怎么办啊？假如说小枝不要跟它一般粗了啊，这个小枝干啊，如果想跟它有个交叉啊，你不要跟它平行就行，那就这样交叉，然后上边你要是假如说跟它交叉还要不跟它平行啊，那就比较难了，是吧？那你就可以呢这样就不平行了，是吧？啊，这面呢还可以跟它也不能平行啊，你就始终记住不能平行，不能平行就行啊。这个跟它稍微也有点平行，但是还好啊，不是完全平行啊，这块还有点宽度。然后下面啊，假如说这是一组，下面稍微渲染一下，也可以点点啊，也可以点点，在哪点呢？啊，点2个点儿，显得长得结实啊。如果上面呢，也可以隔3串5嘛。啊，这枝干呢，它就有立体感，是不是？来，我们再来。啊，我们这样画出来的枝干呢，啊，它有一个什么呢？很自然的这么一个光啊，这就是一面用墨浓墨，大家可以试试啊，这个方法呢比较好啊，这也是我逐渐琢磨出来的。我发现这个方法啊，画出来的枝干呢有立体感。笔的一侧啊，给它，我们再来一下啊，笔的一侧蘸上墨，然后我们画一个啊，从右向左伸展的枝干啊，这是从右向左伸展的，然后我们在一侧，这一侧你就不能画太宽了，是要稍微把这个扁过来的东西啊，给它立起来一点啊，也是这个呢，还可以再来一个枝干啊，然后我们在它的侧面出一个小枝干啊，这也是一个组合。感觉这个下面有点不够粗啊，撑不起来上面这么粗，你还可以补一笔。咱们看一下这个枝干是不是很有力度啊？这就是老枝干。然后我们说一下嫩枝干。嫩枝干呢，其实呢就是加胭脂。那加胭脂怎么加呢？啊，我也是啊，跟这个老枝干琢磨之后啊，给它，我在不断的改进笔法，也是希望大家呢带着大家一起跟我进步啊。我也是个学生啊，因为很多的老师也是我学习的榜样啊。这个人不改进啊，固步自封啊，不会进步的。所以呢，哪个老师身上的优点都是我们值得学习的。集百家之长，才能融合进去自己的这个想法啊，最后呢形成自己的风格。我们学画也是这样啊，不要去拘泥一种啊，你可以在学我的同时，你融进去其他风格，我不反对啊。但是呢，首先呢，你也要把咱的笔法要学会啊，因为你喜欢咱的笔法，那你就先学会咱们的笔法。然后呢，你可以用咱的笔法融入其他的风格，然后去形成自己的风格啊！鼓励大家这么做。我们这个笔呢，我现在吸了点水分之后啊，擦一擦笔里就没什么颜色了。首先呢，把笔尖的一侧啊，稍微蘸一点这个叶子的颜色，少一点。然后另一侧呢，我们把它也是给它压扁。
然后另一侧呢蘸一下这个胭脂。好，然后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嫩叶子嫩枝干跟它运笔呢是稍微一样的，但是嫩枝干要少一点这个顿笔啊，所以呢要有张力，看啊，不要画的，我们这样画出来嫩枝干啊，它有韵味。然后在它的侧面啊，再来补一点胭脂，在它的侧面啊，再来一个，可以呢，这样的，我看看啊，这个是，就不让它有点湿啊。这就是一个嫩枝干啊，还可以呢，嫩枝干啊，可以呢夸张性的去表示，为什么？让它有一个弹力啊，弧度让它大一点。比方说啊，你可以这样的，大家应该能看到啊，我经常这样去表示啊，表示这个枝干呢很有张力，是吧？笔尖的一侧啊，另一侧再来一点胭脂啊，我们这样画出来的嫩枝干呢，会显得比较有韵味啊。也可以呢往这面来啊，弧度咱看一下啊，然后这样也行啊，一样啊，再来一次，这样的也可以啊。我这样的这个歪字的话，是让大家呢能看到这个，把镜头歪着啊，能让大家看到我怎么运笔。好，咱们这节课呢枝干部分啊，咱们大概就讲到这里。然后另外我再说一下芽苞是怎么点的。啊，吸一下这个，不让它有颜色。芽苞点的时候啊，越自然越好。我们点芽苞时候，首先呢要把这个胭脂给它调在笔尖，淡一点啊，不要调浓浓的，清淡一点啊，显得淡雅。调多了呢，就要给它整理一下。然后，假如说这个要点枝干，要点芽苞，看啊，这样点。这也是你要点芽苞的时候啊，这样点啊，就是一个咱们学过小花苞的画法，就跟那个是一样的啊，就是这样的啊。假如说你要点底下的，可以稍微重一点啊，因为底下呢。有这个老枝干啊，可以稍微重一点，底下你看就可以这样点，这个也是啊，像这个可以点一个小点啊，不用都点的一般大，要有一个变化。你看这个就可以长一点，点芽苞啊也是要注意啊，要有个变化也好看。就是说中国画讲的就是变化，如果你不会变化你就不容易把这个中国画画好啊。不管是花头形态、叶子组合都要有变化啊。总之来说，变化就对了。包括钩叶筋都是，方向要有变化啊，然后钩叶筋的这个组合也要有点变化，这样呢就会显得画面呢更活。好，这节课呢我们就上到这里。希望这个详细的讲解对大家呢能有帮助。